二婶也跟着出来，说道：“先进去，进去再说。”又对侄女说道：“你看战月完好无损的回来，林医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。”小雅嘴上说着不担心战月，那是骗人的。这不，战月一回来，小雅的担心就压不住了。说明呀，小雅对战月并非完全无感，只是担心再受到伤害，不敢主动去追求，也不敢动心。二婶决定找个机会私底下和战月聊聊，问清楚战月对小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。如果真的爱上小雅了，就给他们大家一个痛快，赶紧向小雅表白吧，不用他们在这里猜来猜去，分析来分析去的。战月叫了两人一声，跟着两人进了诊所。二叔还坐在原处不动，看着战月进来，他点了点头。二叔，坐吧。战月坐下来，二婶问他要喝水吗？要杯温开水就行，刚才林医生请我喝了果汁，太甜，现在有点口渴。小雅麻溜的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喝了半杯水后，战月看着曾小雅，对大家说道：“林医生叫我出去，也没怎么样我。你们不用担心，就算林医生想怎么样我也有自保能力。他的拳脚功夫还是不错的，放倒10个8个林医生都可以。林学长没有为难你吧？”战月笑：“林医生没有为难我，只是跟我聊了对你的感情。他说他爱你多年，却败给了我。说他没有好的家世，没有那么多钱，意思是说他输给我是因为我家世好，有钱有颜。我说他并非是输给我的家世好，我和小雅又还不是他想象的那般，他一直把我当成假想的情敌。我说小雅不爱他，不仅仅是他的原因，还有他父母的原因。他对小雅的感情不够纯，也不够专一，这边想着追求小雅，那边又舍不得和小姐。小雅能满足他事业上的需求，和小姐能满足他生活上的需求。人都是贪心的，林医生也不例外。他这样两边都想要，都舍不得放手，才是让小雅拒绝他的原因。况且他父母并非真心认可小雅，他们更喜欢和小姐那样的女人，认为小雅不会顾家，和小姐才是个顾家的好女人，适合过日子。他的父母还在林医生面前说过小雅的坏话，特别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，认为小雅就是潘高枝。经过我的分析，林医生脸色都白了，但他没有反驳，因为林父林母对小雅的确不是真的满意，也不是真的喜欢，他们更喜欢何月华这种巴结奉承他们，对他们极好的女人。何月华又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林医生，人长得也不算差，在工作上也能配合林医生。在林父林母的眼里，何月华是出的厅堂，入的厨房的贤惠女人，而曾小雅则是只出的厅堂，入不得厨房，不顾家的工作狂。后来林医生说他知道该怎么选择的了，说他和小雅就算成不了夫妻，也还是朋友，是学长与学妹的关系，他希望小雅能幸福，说他会成全我和小雅，只要我对小雅是真心的，他放心将小雅交给我。说到这里，战月还不忘踩一下情敌，林医生有点抢戏了呀，他又不是小雅的父母兄长，那些话还轮不到林医生来对我说的。战月又看着曾小雅，笑着：“小雅，林医生怎么想我都不介意的，他能放下对你的追求，以后不再来纠缠你，也是一件好事，至少你们俩不用撕破脸，你也不用觉得对不起我，这些事情很正常。他就是喜欢小雅，林医生视他为情敌是对的，小雅也未必体会不到他的爱意，可能是受过情伤，对待爱情特别谨慎。他不表白，小雅就装作不知道，大家都没有去捅破那层纸吧。”战月想，回去后就向哥哥们请教一下，向心爱的女人表白要准备什么。他要找个适当的场合，适当的时间向小雅表白。嫂子们说的，不管小雅接不接受他表白，让小雅知道他的真心就行。
追妻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，为了一辈子的幸福，战月有的是耐心，有的是时间。还是对不起你的，要不是你和我走得太近了，林学长也不会把你当成情敌来看待，次次找你的麻烦。曾小雅说道，林学长能做出选择就好，我也希望他能幸福。他早就看出来林学长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孝顺，听父母的劝，肯定会选择何月华的。在他知道战月的真正身份后，林学长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可能就是这样才促使他做出真正的选择吧。二婶打了个呵欠，便对丈夫说道，老曾，我困了，先上楼，你也早点睡，等会儿让小雅关门就行。她冲丈夫眨眨眼后，拿着小雅转送给她的那套护肤品上楼了。小雅，等会儿你再关门，我也休息了，累了一整天。二叔也是个识趣的，跟着老婆上楼了，让小雅和战月独处。战月，你大伯娘和你妈送给我的护肤品，我觉得我用不了那么多，便送了一套给我二婶用。战月笑着，送给了你的东西就是你的，你想怎么安排都可以，不用跟我说的，我和家人都没有意见。是他想的还不够周到，下次要给二婶买2套护肤品。二婶那般偏着他，帮着他在小雅面前说好话。战月想着下次送几套护肤品给二婶，曾家的长辈他都要搞好关系，获得他们的好感。二叔喜欢喝茶，他爸那里多的是好茶，回家跟他爸讨点好茶送给二叔喝喝。好酒也多，不过二叔一般不喝酒，说喝酒容易误事，还说他们曾家的男人都不怎么喝酒，也不抽烟，就爱喝茶。小雅，今天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我又没有帮到你什么，反而因为我的关系，害得你又被林学长叫出去。战月说道，没事，林医生叫我出去，又没有打我骂我，我没有损失，还讨到了一杯果汁喝呢。他看着曾小雅，眼底都是柔情。你今天陪我奶奶聊天，陪着几个孩子玩了半天，他们都很开心，这是我该谢谢你的。曾小雅说道，他们开心了，我也开心啊，我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的了。你家里人多，是真的很热闹，难得的是周末你们都能聚在一起，不像他家里的人，就是过节都无法齐聚一堂，总有人值班或者要做手术的。他们选择了学医这条路，救死护伤就是他们的责任，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，其他事情都要往后推。下周你休假，我们自驾游玩1天，会更开心的。那几个小家伙听说我们下周要出去旅游，都说要跟着去。本来只是老太太约上了曾小雅的，真到出门时，估计又是浩浩荡荡的一班人。虽然无法单独和小雅在一起，但看到小雅慢慢熟悉她的家人，慢慢的放下了拘谨，她也开心。她要的就是小雅放下思想包袱，没有那种他是豪门少爷就高人一等的想法，那样他向他表白了，他接受他的几率才能提升。也是你想带着他们去，否则你怎么会告诉他们我们下周要出游？战月笑，都是我的侄儿女，我自己还没有结婚，没有孩子，就忍不住去疼着他们。在我心里，他们如同我的孩子一般。我看到你大伯他们对你也是极为疼爱的，你爸妈对你兄嫂也一样，你们家的家风是真的很好，传言一点都不假。战月笑笑，那是他家的家风都好，大家都很有度量，能包容大家的一切，这个大家庭才能一直和和睦睦的。奶奶说的家和万事兴，要做到家和，而不是嘴上说说，真正做到了家和，那万事必然就兴了。战月在曾家诊所又坐了好一会儿，喝了好几杯水，才在曾小雅的目送下开车离去。直到他的车看不到了，曾小雅才扭身回到诊所里，并关上了诊所的大门。转身想上楼时，看到二叔二婶在楼梯口那里张望。曾小雅好笑的道，二叔二婶，你们做什么？看你们聊得欢，我们怕打扰到你们。战月回去了。
二婶走过来，回去了，咱们家里又没有宵夜请他吃，他不回去还坐着做什么？二婶扑哧的笑，也是，咱们家没有宵夜吃，他们都不吃宵夜。二叔，有件事忘记和你说了。什么事？今天在战月家里聊着聊着，聊到了我爷爷80岁做寿的事。战奶奶说，如果爷爷真的回来做80岁大寿，给他老人家送份请帖去，他老人家想过来参加爷爷的寿宴。二婶说道，战老夫人应该比你爷爷大吧？他老人家90岁了，他年纪比爷爷大就不能来参加爷爷的寿宴吗？小雅好奇地问，以为有这样的风俗。二婶说道，没有的事，只是他老人家毕竟年纪大了，身体及精力不如年轻人，寿宴上人多，怕他老人家嫌吵闹，也没有精力。小雅笑道，二婶放心，战奶奶的身体还很硬朗，她像爷爷这般年纪时，还经常坐着飞机到处飞呢。战月的那些嫂子，就是他老人家到处飞，挑中让战月的哥哥们去追求的。前几天战奶奶才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，我看过她的检查结果，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她那么好的结果。他老人家不喜静，就喜热闹。战月说，他奶奶就喜欢大家都在家里热热闹闹的。二叔说道，你爷爷说不想大办，就我们大家有时间的回来聚一聚，吃一顿饭可以了，不必办寿宴。说咱们家的人都不兴过生日。战老夫人既然想来，等你爷爷奶奶回来了，咱们就请战月陪着他奶奶过来，大家见见面，认识认识吧。二叔猜测战家老夫人是想让2个孩子见一见双方的家长，特别是他们曾家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见过战月的。小雅的父母都没有见过战月，只听他们说战月的优秀，兄嫂俩是否满意战月，还得兄嫂回来亲眼见过才知道。小雅说道，我就猜到爷爷不想大办的，那就爷爷回来后，我跟战月说一声，让他带着战奶奶过来坐一坐。二叔嗯了一声，既叫上了战老夫人，那战月的爸妈也叫上吧。小雅没有多想，不仅答应了，还说了句，战月的大伯和大伯娘也在家里，叫了战奶奶和阿姨，他们不好让他大伯留在家里，我看他的长辈们去哪里都是一起的，干脆就叫上他们吧。二叔二婶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二叔说道，你自己安排吧，战月属于你的朋友了，你的朋友你来安排。好，叔侄3人也没有再聊下去，各自上楼。那边的战月回到家里，除了侄儿女因为年纪小熬不住，早已梦周公去，父母以及兄嫂们都还在厅里等着他回来。见到他进来了，二哥打趣他，这是18相送，送的难分难舍，天未完全黑就送曾小姐回去，现在都深夜了才回来。老八，你应该厚着脸皮在曾家留宿的。战月说道，还未结婚，我哪能在曾家留宿，那样会影响小雅的声誉，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做，只要他在曾家留宿，别人都会以为他和小雅那啥了。就像林医生和何小姐一样，他们同床共枕，什么也没有做，但说出去谁相信啊？大家还不都认为林医生和何小姐有了夫妻之实？战月认定了小雅，那是他要相伴一辈子的女人，她的名声他是要维护的，不想让她被是非卷入其中。都还没有表白呢，就先护上了。战月走到2个哥哥跟前，往他们中间一挤，硬是挤出一个位置坐下，然后他一边手搭放在一个哥哥的大腿上，说道，我都是跟哥哥们学的，你们是怎么对我嫂子的，我就怎么对小雅。小子偷师学艺，你还没有交学费呢，现在补交学费也是可以的，赶紧的，给我和你大哥各打一笔钱当学费。